院士，然后林主任跟科技部各位长官跟各位同仁大家好。然后我是陈泽明，然后我也就是这个团队的主持人。然后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然后显然我好像对我团队成员太差了，我逼迫他们好好在实验室工作，各自的实验室工作。对，然后而且对成大来说，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学了，所以这是我们暑假最后的工作时候。对 ，OK， 那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物理。那我相信，今天我会努力的，因为我知道在场有很多人，跟物理领域离非常远，甚至有些从以前就很讨厌物理，就像我从小时候我就很害怕生物一样。就我刚刚听，生物的报告，我都觉得哇，真的是太博大精深，太难了。OK， 所以首先不免俗，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然后我们团队主要除了我之外，所以你可以分成大概左半边，原则上是我们做实验物理的。右半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理论模型的建构，然后还包含一些理论计算，包含 time binding 或者first principle。first principle 我相信不只是物理在用，包含材料啊，或者甚至一些 molecule 的一些运动啊，或什么其实都会用。然后左半边实验就包含 RPES， 我相信包含生物医学，其实有些东西都会跑到同步辐射。那我相信同步辐射是我们台湾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那我们也跟同步辐射里面的郑成茂的研究员，还有吴宗林，他某种程度是同步辐射跟成大合并的老师。然后我们有一些在这个人造材料的里面，我们有一些光能谱这样的分析。然后当然我们还有想办法做一些 AFM 或者是一些 STM 这样的表面的处理。那我相信这些 tool， 所以今天的目的其实除了我们要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说不定我们有一些工具或技术，其实也可以应用在别的团队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的目的 ，OK。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些合作者。那这个合作者其实很有趣的是，其实有些合作者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计划，所以其实非常感谢萨克尔顿计划。然后我们有一些成果之后，我们其实把它放到网络上的 preprint。那对物理来说就是 archive， 就是你写完投稿之后你放 preprint。这个时候，例如说东京大学里面的伊瓦萨算是在材料领域里面非常杰出知名的人，他们就主动 contact 我。然后甚至还邀请我，当时其实到日本去给一个 invited talk， 然后同时他们也谈合作案，因为他们发现待会有一些成果，其实对于他们想要玩的系统，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同样的 MIT，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团队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合作，然后也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计划里面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他们也觉得其实可以应用在一些后续的量子电脑啊，甚至一些跟 quantum 有关的科技上，其实会有一些进展。所以其实 echo 一下刚刚林主任刚刚说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除了让台湾的这些团队可以萌芽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可以让台湾能见度更高，甚至扩展国际的合作。OK， 那我们进入主题，其实看 title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模糊，什么叫人造材料？那我们这边着重其实就是在所谓的 graphene。那我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听过 graphene 嘛。其实最简单，它大概就是铅笔。你其实拿一支铅笔，你稍微画一下，你大概就已经产生出 graphene， 只是它不是单层的 graphene， 我们一般还是把它称之为 graphite， 或者是非常多层的。OK， 那铅笔大概其实在400多年前发现 ，OK， 那你就知道其实它历史没有很久。然后大概在不到100多年前，我们大概有这样的预测，它可以产生这样的 graphite 的电子结构。大概在50年前，我们知道有可能，因为它是一个层状材料，我待会会再介绍一下 ，OK。所以我会努力用大家只要有学过高中物理，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啊，当然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今天希望比较轻松愉快的方式啊，有任何问题就随时打断我 ，OK。那我们就直接做交流。然后很显然大家应该听过的故事，就是原则上在2004年，就是 Andrew Guy 跟 Noah Snow 这2个人，他原则上是师生关系，他 postdoc。它原则上就是只要用一支铅笔跟一个 Scotch tape， 对不对？这真的是 Scotch tape， 不是想象中什么实验室胶带，你就是在文具店就买到 Scotch tape， 你就可以拿一个诺贝尔奖。OK， 那原则上他们就是知道有这样的层状方式，有铅笔你就会画出来。所以我如果可以把每一层剥离出来，他们就可以首先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2维材料，所以它是这人类几千年历史里面第一次能够 isolate 出一个2维这个维度的一个 material， 很快的，大概10年之后，他们就拿到诺贝尔奖。OK， 那这个材料有趣的东西很多，包含它
在垂直方向的互相的结构其实很弱的，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把它剥离出来。可是在这个维度的2维的，你假设只有1层，它可能是大概0.1奈米的厚度，可它可以承受非常大的重量。举例来说，大家有物理上常会说，你有1层这么薄的 graphite， 你这上面放一颗足球或放一颗篮球，它其实完全不会破掉。OK， 所以它有除了在科学上有很多的特殊的性质之外，它其实有很多的科学应用科技应用，所以包含什么电晶体啊，或者它可以做一些光子，或者是大家会想说，以后你的手机大概就跟对不对纸一样薄，而且它是透明的，你开了就可以用，你可以折一折放在口袋里面，再把它拿出来。OK， 那很显然的，为什么2维结构会有趣？那其实你就可以从原子上去看，所以大家我相信左半边的应该是很多特别是女生应该很喜欢的嘛，就是钻石嘛，对不对？然后你就知道钻石的组成结构其实一样是碳原子，那 graphite 的组成结构也是碳原子。那为什么这2个会是差别那么大？一个是坚硬到应该是你能找到最硬的 OK 的物质，另外一个是非常软，就像铅笔一样，你画它就会开始剥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们在原子之间的键结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虽然都是原子，可是当你键结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所造成的性质，不管是硬度或者它的导电的一些性质也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钻石是绝缘体，所以它不会导电。可是 graphite 它本身是可以导电的。OK， 那右半边它就像是一层一层，所以我刚刚说的每一层之间只有凡德瓦利。那我相信高中应该还是学过凡德瓦利嘛，对不对？就中间没有 chemical bond， 原则上就是只有单纯的 van der Waals 可以做连接。那也因此你很容易把一层一层的把它剥离出来。那也因此，因为graphene发现之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在科学界其实发现了非常多种类的2维材料。那也刚刚说过，同样一种材料，你只要有不同结构，你可能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性质。那慢慢的，我就会带到这个计划的主轴 ，OK。所以你可以发现，有些东西是因为原子本身不同，有些东西是结构本身不同。所以你看它的分类，有些是结构3层，可是它合起来之后，在上面一层又是一个3层。所以每一个3层之间都是可以被独立剥离出来的。OK， 那有些当然就是类似单一层，然后它有不同的形状。graphene 就直直的，很简单。那你也可以看到外面这一圈不同颜色的划分，某种程度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就像绝缘体一样，完全不导电；有些东西叫 semi metal。OK， 我待会会稍微介绍一下。有些东西它会变成超导体。OK， 那超导体就告诉你说它完全没有电阻嘛，磁浮列车或什么其实都可以拿来用。有些东西就是单纯的金属，有些东西是半导体，也许半导体产业，包括台积电就会非常有兴趣。OK， 这也是台积电其实目前也投入蛮多的资源跟能力在这样的2维材料里面。那我们要怎么做出2维材料？所以某种程度我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团队在很多步骤，包含前置在样品，我们是怎么做的。所以的确我们就是拿铅笔嘛，然后拿一个 Scotch tape。那我们最近已经不用 Scotch tape， 那我知道哈佛大学他们还是继续用 Scotch tape，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还蛮好用的。OK， 那我们选一种那种叫 silicon free 的胶带。OK， 那所以他们拿到诺贝尔奖，我们当然后续做。那实际上做法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学生就是真的拿了胶带，然后在实验室里面，你就发现你可能笔画完之后，或者是类似的，你就可以把它粘起来，你就会粘到非常多层，对不对？你再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基板 ，OK 的 substrate 上，那因为它每一个层都是 van der Waals 嘛，所以你就有可能性，所以这是完全是凭运气 ，OK。你就有可能性刚好粘出一层在基板上，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常开玩笑说，为什么英国对 Manchester 团队那2个可以那么快做出来？因为当时全世界有很多团队做出来 ，OK， 因为英国收了非常多的中国学生，所以他有非常多的军团每天在那边撕胶带。这句话有一点玩笑，可是某种程度它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OK。那撕出来之后，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呢？其实就有后续有人突发奇想说，我如果有办法把它撕成一层在上面，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一层把它捡起来，然后甚至是把不同的2维材料把它互相叠在一起，那就是下面的这个图示咯。我们把它称之为 dry pickup and transfer。OK，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黏的东西 ，OK， 你可以再想办法再把它粘起来，然后今天假设你就把它放到别的地方，或者再把别的东西粘起来，你就一层一层的去粘，你就可能创造出不一样的材料。所以就像右边的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 heterostructure，
OK， 那换句话说就是你把不同的原子结构、不同的原子，你可以把它一层一层的叠在上面。那这是传统我们在做材料或在长晶里面你不可能想象的嘛，因为材料原则上你就是键结嘛，或者是那材料其实也是定义包含对，不管是电脑还是你做的桌子椅子，其实都是由材料建构出来的。OK， 那你就有可能叠出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某些人就说这东西就很像在玩乐高积木一样，对不对？你就可以一层一层的组上去。OK， 那我待会儿会跟你讲说，你看起来其实好像一样，可是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其实就是从这边东西产生一些发想。OK， 然后大概在2年前，2018，其实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科技新闻，应该都会发现那时候 Nature 其实票选了包含生医啊或者什么太空任何可能的科技里面年度10大的第1名，其实就是所谓的你把2层轨 film 把它叠在一起，那叠在一起之后，你又让它有一些角度的差异。所以你就看左边的这个动画图，你看它一直转，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看到的 pattern 其实是不太一样，对不对？它有些好像会变得比较像万花筒，有些就不是，然后又有比较大的像一朵花。OK， 那我一开始就讲过嘛，原子之间本身的结构其实就会影响它的整个的性质嘛，包含它会不会导电，会不会做什么事情，就跟钻石跟 graphite 是一样的意思。也因此，他们就用这个东西能够把graphene平常它其实大概就是一个金属，它把它变成超导体。OK，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因为就包含朱金武、吴茂坤院士，他们当时找到比较高温超导之后，到这边其实超导体一直都是一个大家想办法把它到室温，然后很多理论其实也想办法去解释它。那对于高温超温其实还没有很完整的解释，在物理上，那这个东西某种程度突破了一个新的方式，也许我们可以真的找到。为什么材料会某些东西会比较有超导性质的一些原因 ？OK， 那我们就想说 ，OK， 正常来讲，他们都是这样去叠的。那我们有没有方法？所以这整个的计划或我们做的其实 motivation 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去改变？这个就忽略好，原则上就是去改变它的原子结构。OK， 然后也至于去改变它的性质，所以我们可以人造的，而且很简单的去。创造新的人造材料，甚至有新的很特别的性质或一些有趣的东西。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张图，大家发现右边大家一起做的跟左边有什么不一样？右边当然 Twistronic 就是你有不同对应的角度，就是你没有把它卡好嘛，对不对？很像是玩乐高的时候，你把它用一个小小的角度把它卡住 ，OK， 所以它可能没有很好。那可是不管如何，右边大部分材料都还是一层一层叠上去嘛。那你小时候在玩乐高，现在乐高越来越夸张，你会有这种树的形状，会有圆形的，你甚至会有这种高低起伏不同的。OK， 那在以前的做法上完全都不一样。那这个整个沙克尔顿计划，我们的发想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二维材料把它弄成不一样的形状 ？OK， 然后以至于说我铺上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扭曲，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example。所以某种程度下面也是一种二维材料，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我们可以让下面我们做一些像台积电一样的 nano lithography 或 fabrication。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定义那种什么1个奈米高啊，或者是10个奈米宽的这样的结构。那我们选择像这样的一维的阶梯状，只是因为它特别简单。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做出任何形状，我们可以做小提琴或 whatever 形状。然后你再把我们这边铺的其实就是轨 film， 你再把轨 film 铺上去，你就会发现它交界的地方，它是不是就会开始产生拉扯？其实就像是你把一个很平整的东西铺在凹凸不平的东西，它有些地方被拉的比较多，有些地方拉的比较少。OK， 那单层来铺的话，它可能变化不大。如果你今天拿很多层，你就想象很多层纸你一起铺，有些地方拉的比较多，转角内部拉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它整个晶格的结构都会不一样。也因此，我们就相信我们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物理性质，你一定会有一些 lattice 的 deformation， 然后也可以造成一些很特别的状况。OK，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 idea 的发想。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回顾我们就先不做好。原则上就是有人去做这样。那我们原则上就是结合了 mechanical exfoliation。所以如果大家对二维材，因为我相信二维材料有些现在其实可以应用在生医啊或者一些东西上。
它可以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实验室其实或者我们团队的很多实验室其实很愿意进行协助。然后我们也可以做 dry transfer，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做像 MIT 当时发现高温超导一样，我们可以找到晶轴，我们可以对到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可以很准确的控制在对不对几百奈米或几十奈米的这样的大小上做这些我们所谓的 nano fabrication。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e-beam lithography， 其实就像台积电现在不是都在用 EUV 嘛？那你要做10颗，就波长越小越好。那 electron 在量子力学里面其实是可以让它波长更小的。OK， 那原则上就是实验室常用的技术。那它当然没有办法，它的缺点是没有办法大量生产。可它优点就是它，如果你只是要做科学研究的话，很 specific 的 pattern 你都是可以去创造。OK，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上面举例来说，我们找到，我们就可以 pattern 不同的形状。那像这边我们就是 pattern 所谓的 1D 的 corrugation 这样的 type， 那我们再把它铺上去，然后再做所谓的元件。OK， 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图原则上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开发的技术在蚀刻上，我们是可以把一层一层的二维材料剥出来的。OK， 用一些方法。那你可以看到说，所以它剥完之后的平整度，这边是 nanometer， 或者是你看这一个是我们 AFM 扫出来的图，你会发现它的 surface roughness 大概是1个 angstrom。那原则上就是原子解析。那其实每一层的厚度大概是3.3个 angstrom， 对这个材料来讲，所以你就知道它原则上这很多东西我们后来分析比较像是 electric 的 noise 所造成的。OK， 那其实我们已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达到，所以这个 surface roughness 目前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其实在我们之前没有人想到可以做 HBN 再铺上去做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在前阵子也已经把它送到美国跟台湾的专利。OK， 所以这也算是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进展。那同样的，我们就会稍微介绍一些物理，因为前面是我们的工具啦，我们最后其实还是想做物理。那我会努力 ，OK。我每次对不是物理的人给关于物理的，我都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对。OK， 那在介绍之前，我其实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 background， 因为我相信这张投影片应该是之后物理里面最容易听得懂的。OK， 所以我 background 我其实都有加一个黄色框框。OK， 那导电我们在分什么样的物理什么样的材料系统或什么样的固体会导电不会导电，其实我们都会把它变成有点像能阶的这样的概念去想。OK， 原子结构。那其实这个概念就跟高中学到什么氢原子，对不对？你有一颗原子，你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轨域？这边应该 OK 吧，对不对？高中应该都 OK。那你每一个轨域其实某种程度就像某一个能带一样。那当然，你材料很多结构弄起来，它其实就变成不是一个单一的轨域，它会变成能带。OK， 那对 metal 来讲，其实就表示说，你看这个半圆形，就某种程度就是所有的电子都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所以当我的分面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的能量就填到这边，所以下面都是电子可以跑，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 spin， 你就不要管它了。换句话说，我电子是不是有可能往上跑一点，往下跑一点？所以我是不是就是很容易跑来跑去，就是很容易导电的意思 ？OK， 这种东西我们定义就把它叫做 metal， 对不对？就是金属嘛。当你中间开一个 gap， 就是你电子全部填到这边，你今天想要往上跑一点的话，你中间这边没有任何地带可以让你跑啊。所以电子唯一能做的是不是就是只能花费很大力气跑到上面去才有可能跑 ？OK， 那这个时候电子其实常就是不导电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把它加高温，你就会有一些电子能够跑上去，或者是说当这边的能带其实比较小的时候 ，OK，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是存在于正常嘛，对不对？就是30度 C 左右。那在学理上就是所谓300K。那300K 的能量范围其实大概是等于20几个、30个 millielectron volt，OK， 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你只要 band gap 不够大，你其实很容易就跑上去，你就可以传导。这是半导体产业常在做的事，他们就希望你有一个材料是会有一点导电，又不会太导电，你就容易控制它。OK， 那都是用能阶去看的。那当然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semi metal，OK， 所以它其实可以跑上去。可是它这两个东西重叠了，不像这边是完全卡在上面，所以它其实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性质。OK， 那 heavy metal 不管它。OK， 那它的形状其实也很有趣。OK， 这形状代表什么意义？
横坐标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动量嘛，或者是速度，你把它想速度也可以。其实动量是比较精确的，纵坐标是能量。那高中就告诉你说，你的动量等于什么？1/2 mv 平方嘛，对不对？所以你的 v 的平方，你是不是就会原则上是类似这种 quadratic 的线 ？OK， 所以你就是上去，你的 v 增加越多，你就是以 square 的方式能量往上跑嘛。所以大部分你看到的材料都长这个样子。你发现有些材料很特别哦，它会变成线性的。那轨 fin 其实就是线性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其实已经进入了爱因斯坦的世界了。OK， 当你东西进入光速的时候，它的能量其实就不会是像E等于1/2 mv 平方来跑，它会像是就是以爱因斯坦的理论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线性的。所以为什么轨 fin 最后能拿到诺贝尔物理奖？除了它好像第一个二维材料性质，它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在一个固态材料系统里面，你就可以探索，好像你要在外太空科技啊什么东西你才能够看到的一些物理现象，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科幻片，最近很红的是 Tenet 嘛，其实也是用很多这种对似是而非的物理概念，那某种程度是可以在实验室办到的。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例如说我们可以把 band structure 转过来，所以你就发现有一边好像可以超越光速，或者可以时间扭转，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办法办到的。OK， 那目前物理学家还在找，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包含 topological 的 insulator， 我还是想介绍一下，因为也跟我们的 project 有关。这东西就告诉你说 ，OK， 你一个材料里面就像绝缘体一样，它是落在中间，填满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看下面完全填满，上面完全是空的，这边有个带。OK， 所以材料本身不导电，可是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你会发现，这边好像多2条绿色的线。这绿色的线代表的是说，当你一个材料本身不导电，可是在它的表面其实会导电的。所以就是说，你把假设这个东西是 topological 的 material， 你它在中间是完全绝缘体，可它表面它其实就像金属一样。OK， 那它其实是可以拿来做很多事。那这东西大概在10年前发现，然后大概在2年前、3年前拿到诺贝尔奖。OK， 所以就算不是物理领域的，知道这些技术应该蛮有趣的。那我们其实就有办法把它扭曲之后，把很简单的像这样的形状或这样的形状，把它变成很复杂的，例如这样扭曲，然后把它变椭圆啊 ，whatever， 很奇怪的东西出现。OK。那同样的，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不一样的物理现象。那已经有人警告我说只剩5分钟了。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电子的态其实就像蛇一样那边扭来扭去，那我们就把它叫 snake state。所以其实几个重点好了，我们有办法在这样的材料系统里面做像光纤一样，就是我们有办法去操控电子怎么去走。OK， 因为它就会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edge 的边缘里面，尽量去沿着它去跑。OK， 我们发现这样的性质，那同样也因为它会扭曲，这个是我们最后结合我们的理论团队的同仁，想办法他们去做预测做出来的结果。那当然有一些物理性质，其实我们是真的在实验上看到。那我们看了一些蛮有趣的Hall effect， 我们回到这边好了。Hall effect 是个到目前来讲已经拿了2个诺贝尔奖。OK。那后是因为它太早发现，所以它没有。然后陆续还有一些 anomalous Hall effect 预期会拿到诺贝尔奖。然后它主要有趣的点是什么？就是 equation of motion， 它其实告诉它贡献的是说，我们所在物理，我们以前牛顿所学到的知识，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够的。OK， 举例来说，我们传统都知道，当我加一个 force F 等于 ma 嘛，对不对？我这样推，电子就往前跑嘛，人就往前跑。今天假设我加一个磁场，我就开始转嘛，对不对？这应该是高中就学过的嘛。那可是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一回事，所以这个公式就上面。那我们就发现有另外一个公式，你做傅立叶转换之后，你就少了这一项。OK， 那这一项本身就拿了一个诺贝尔奖。OK， 那同样的，我们就回到我们有趣的东西。那我们的实验在介绍 data 之前，我们就讲一下我们实验的状况。所以这其实就是沙克顿计划，就探索南极嘛。所以大家探索的温度大概就是零下50度，230K，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超级热的地方。OK， 那我们实验室能做到的大概是10个 mini Kelvin。
所以大概是零下273.14，因为你知道，你其实永远不可能到绝对0度，这是目前的物理观念是没有办法被克服的。OK， 那同样的，我相信这一章对大家应该比较有帮助，就是如果大家对低温的设备，我们其实不只是10个 mini Kelvin 啦，我们可以从10个 mini Kelvin 操控到室温，你想要做的任何的温度范围其实都可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把你们做的不管是生物可能比较难，因为它就冷冻了。那我知道有 cryo EM 嘛，对。那可是有一些东西，如果你对低温系统有兴趣，然后你想要量一些光学或那个，欢迎来找我们团队。那同样的，因为它能量范围很小，所以我们也非常会处理讯号。所以就包含电机系的，有些在处理小讯号上，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帮得上忙。那同样的，这个是有一些别的，包含 high frequency。也因为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因为这个计划开发了，跟别的团队结合，我们其实看到一些蛮有趣的现象。我们就回到最后的那个，我们看到了一个东西，它其实在2019年同时被在一个很特殊的拓扑材料里面发现。那我们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corrugation 的 graphene 就可以看到，它某种程度告诉你说，就是我们都知道欧姆定律嘛 ，V 等于 IR 嘛，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成立的。OK， 因为你看这个图 ，V 等于 IR 就是你加 V， 你有 I， 对不对？原则上应该是直线的。给你发现，V 好像等于 I 平方 R。OK，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nonlinear 的 response。那其实慢慢的发现有越来越多比较特殊的固态系统或者说材料系统，我们能够发现这些违背我们高中所学到的一些定律，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其实都有一些新的物理能够解释，不是那么简单或单纯的。然后也因此，我们其实做一连续，然后目前这个工作就是还在审查当中，对。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想用这个东西来做结尾。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万花筒嘛。那在材料或物理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所谓的 quasi crystal。所以它不是一个晶体，可是你会发现，它好像有对称性，它对称性是转动的。你就看这个跟这个其实几乎是，对不对？你把它转个一些角度之后，它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不是完全，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quasi。那二维材料有办法做到这个吗？其实是可以的。OK。很有趣的是，你把2层，就像我刚刚不是秀一张最左边的图吗？你就开始一直转角度嘛，你会发现转到 exactly 30度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 pattern， 所以你会发现它大概是12，我们把它称之为12个 fold 的 symmetry， 然后全部都转，你没有办法在前进方向找到任何一个完全一样的，可你只要转一个30度，你就会找到完全一样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还在做，那因为有些机密我就不讲 detail， 我们有办法做出结合这个东西跟另外一些某类 pattern 很特别的效果，那目前是还没有人做到，也没有人想到的。OK， 然后最后当然我也告诉大家说，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 corrugation 我们也期待说，除了一些你可能在天然上你可以有办法做到的，其实我们有办法把它弄出小提琴或像这种 spiral 的形状，然后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理现象或新的科学应用产生。谢谢大家。我们